friend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Yes, I'm using English. I'm trying different ways, hopefully to reach more audience. So bear with me, it's just the intro, okay? The main video will still be in Chinese. In this video, I'm gonna share with you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you travel to China. Alright, so I've been living in the US for over 10 years. I used to take students for China trip every year. I'm kind of experienced on traveling and planning, and these things are what you want to know. If you want to be prepared for your next visit, you want to be culturally appropriate, and you want to understand the native people. You don't want to cause any misunderstanding, so stick to the end of this video. Click CC for English subtitles if needed. Alright, so let's get started. 第一个，什么时候去旅游？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在旺季的时候去。旅游旺季就是旅游很多人旅游的时候，比如周末还有放假。在中国旅游最忙的一般是国庆节，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的样子，这个时候是最忙的，因为大家都出去旅游了，所以你到了景点一看都是人，全是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排很长的队，这个就没有那么好玩，很影响你对你的旅游的这个体验。另外，中国新年第一周很多店很多景点都是关门的，因为大家都在家庆祝中国年，所以这些景点都是关门的，这也不是一个旅游的好时间。什么季节去？中国很大，然后风景也很不一样，看你想要看什么风景，想要有什么样的体验。你可以冬天去，你也可以春天去，夏天去，但是你在计划之前，你要想清楚你想要看什么样的风景。我自己喜欢春天的时候，4月份5月份去上海去北京，那个时候风景是最漂亮的。以后我还会跟大家分享去中国旅游的不同路线，因为中国真的很大。我在 YouTube 上看到过14天在日本的旅游路线，但是这个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有很多路线，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去 Essential China， 那你就去北京、西安、上海这3个城市。中国的风景都很不一样，中国南方和中国北方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以后会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几条旅游的路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在下面告诉我。第二个，个人物品，请保管好个人物品。这个在所有国家都一样吧，再安全的国家总是会有小偷。在美国，我看到所有地方都写着 Please don't keep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unattended。在中国也是这样，一定要保管好你的个人物品。中国其实很安全，我是在杭州上的大学，杭州很漂亮也很安全，但是我大学期间4年我丢了4辆自行车，还丢了1只手机。后来我就学会去人多的地方，我就把包包背在前面，然后抱着，这样就很安全了，没有人能够偷你的东西。第三个真的好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带纸巾。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公共洗手间大部分是没有纸巾的，对，没有厕纸，所以一定要带纸巾，不然会很尴尬。在中国我们的习惯是我们会随身携带小包的纸巾，很小包，这个在美国没有卖。有一次特别尴尬，我在美国住了3-4年以后，有一次回国旅游，然后我记得带纸巾了，但是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包包里，我把它放在我的行李箱托运的行李箱没有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下了飞机还没有拿到我的行李，我肚子很不舒服，然后我需要去用洗手间，然后我想起来我没有纸巾怎么办？好尴尬，然后肚子好不舒服。后来还好，我去洗手间看了一下，机场的洗手间是有纸巾的，但是机场以外的洗手间，如果你去小城市，那洗手间肯定是没有纸巾的，一定要准备好。第4个，外国人去中国旅游，很多中国人很可能你走在路上，很多中国人会给你这样的眼神，一直看你。有的人还会拍照片，拍照想拍你，还有人会直接跑过来说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然后他就耶，就这样子。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你。
中国人对外国人非常友好，因为在中国外国人不多嘛。我有个同事，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中国，她是白人女孩，然后走着在长城上，我们在爬长城，然后突然就有好几个中国人停下来，一直就围着她说啊，你好漂亮啊，我可以跟你一起合个影吗？然后我的那个同事就非常非常懵。What's going on? Like 发生了什么？但他还是跟他们合影了，就耶。后来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你，所以想要跟你合影。后来他就很习惯了，一问他要不要合影，他就说好呀。当然，如果你不想跟别人合影，你也可以拒绝的。没关系的，你可以跟他说啊，谢谢，但是不好意思，我不想合影，谢谢，谢谢。所以如果有人盯你看你，不用紧张，只是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然后他们觉得很新鲜，然后他们也很欢迎你，这是他们的方式。好，第5个，你在旅游的时候有机会要去中国朋友家，请记得第一，脱鞋，第二，带个礼物。一般中国家庭都是要脱鞋的，在家门口都会有可以换的拖鞋，把鞋子脱掉，换上他们家的拖鞋，再进家门。然后礼物也不用很贵，水果、巧克力都可以。第6个，如果你不会中文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会中文，你跟中国人说中文的时候，如果他们看出来你是外国人，他们很可能会跟你说英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练他们的英文，所以有可能就是你一直在说中文，然后他就一直跟你说英文，你也不要觉得奇怪，或者觉得是不是我中文说的不好啊，所以他一直跟我说英文。不是，只是因为他想要练习他的英文，因为平时没有什么机会练英文，尤其是年轻人都是一直在练习他们的英文的，所以他们一看到有说英文的机会，就会想要抓住机会练习英文。你也可以继续说中文，不要就因为他说英文，所以你也说英文，不用怕，继续说中文，继续练习你的中文，知道吗？第7个，small talks， 在中国其实不太有 small talks， 这个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这个你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啊。比如在美国，我特别喜欢去 Trader Joe's， 因为 Trader Joe's 的工作人员特别热情，我一进去，他们就跟我说，哎 ，How are you？ 有一次我跟我女儿一起去买酸奶，我女儿2岁，然后突然有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说，哎，你的头发好可爱呀，你女儿多大啦？然后就开始跟我聊天了，然后我们真的聊天聊了好几分钟，然后他就走了。昨天我去 Trader Joe's， 我在那里看我要吃什么，我想买巧克力，突然就有一个男生，一个工作人员从后面冒出来说，一切都好吗？你是有在看要吃什么巧克力吗？我说是的，我想买黑巧。他说那黑巧那就吃这个，这个是很多人买的。然后我就说好，谢谢。然后我就拿了那个。我特别喜欢跟他们聊天，我觉得特别友好，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去中国的话会有点不习惯，因为在中国好像不会没事跟你聊天，除非你结账，不会有人跟你说，哎，今天都好吗？不错吧？这个产品你也喜欢，我也喜欢，是吗？不会跟你聊天，他就是把你的东西拿过来，然后结账，给你刷完了，告诉你多少钱，然后就让你走了。不是他们不友好，就是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要给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在中国，大家不是不友好，只是没有这个习惯而已，只是他们表达友好的方式不一样而已。第8个，怎么讲礼貌？简单来讲，如果你说中文的话，就是一直用您，对陌生人用您，对老人用您，跟你差不多大年纪的人也用您。唯一不用您的就是对小孩子比你小的，明显比你小很多的人。比如我对小花，我不会说您，小花您能帮我拿个东西吗？不会，我不会对我女儿说这个。
第9，这个也要给大家做一个心理准备。中国很大，人很多，每个国家都这样，有素质好的，有很有礼貌的人，也有不是很有礼貌的人，都会有。有非常讲究的人，也有不是很讲究的人。所以如果你在中国看到有人比如吐痰、抽烟、说话很大声，或者音乐声音放得很响，影响你了，这些都是有可能会看到会听到的。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这只是一小部分中国人的坏习惯而已。像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不喜欢，我就马上离开就好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旅游的体验。第10个，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时候讲价。如果是可以讲价的地方，什么时候可以，什么地方可以讲价？很简单，在景点卖纪念品的地方都是可以讲价的。因为说实话，很多人会觉得啊，你是外国人，那我把价格说得高一点。原本如果我卖给中国人可能是50块钱，但一看你是外国人，我就说100块钱。有这种可能性是真的。去超市、去餐厅一般不需要，也不应该讲价，什么价格那就是什么价格。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你无法接受，那你可能就得去另外一家，或者就不要买。你不可能去了星巴克，一杯咖啡要30块，你觉得太贵了，你问店员说能不能15块钱，这个就当然是不合适的应该也不会有人这么做吧。但是如果你去买个纪念品，买一条丝巾，买一个帽子，一般是可以讲价的。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好意思的人，所以我一般不去要讨价还价的地方买东西，因为我不喜欢讨价还价。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讲价，也很会讲价。有一次他买一条丝巾，老板说150元，然后他说20元卖不卖，然后他们就来回，结果他35块就买到了原价150块的东西。我真的很佩服他，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做不了，我自己不会讨价还价，所以我一般都去超市，去不需要讨价还价的地方买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去讨价还价的话，一般真的可以是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还有如果你不确定可不可以讨价还价，那问问你的导游或者你当地的朋友。Alright, so this is it. 10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you travel to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welcom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not everyone will be very nice, okay? It's the same ever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Focus on the experience you want to get. Don't allow anything to ruin your experience. 中国人对外国人是非常友好的，有的时候有点太热情拍照。但不是每个人都很友好，这个在每个国家都这样。我已经4年没有回国了，小花还没见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明年暑假我一定要回国。祝你旅途愉快，吃地道的美食，看美丽的风景，交好的朋友，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 and have fun. Alright, so I hope you enjoyed this vide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I'll see you next video. Bye!